霜降日到了，天气一下子就冷下来了，夜里的气温已经到了摄氏零下的1、2度了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白霜，有水的地方也都结上了一层冰。对温度敏感的那些蔬菜，一夜之间都凋零了。比较耐寒的蔬菜，我们基本上也都用无纺布给简单的保护起来了。韭菜算是耐寒的蔬菜了。这里说的耐寒是指它的根可以过冬，它的叶子被霜打一下还是会发蔫，然后从边缘开始慢慢的变黄变干，营养回流到根部。到了冬天很冷的时候就会彻底干枯。出霜日一过，我们就该开始准备韭菜过冬的事宜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韭菜安全过冬的3种方法。顺便再跟大家聊一聊使用每一种方法时何时割最后一刀韭菜。第一种实践方法我称之为自然过冬，也就是给韭菜做自然的保养和维护，然后让它自然的度过冬天。我们保养的第一步是施有机肥和草木灰。有机肥我们还是选择这种氮含量高、磷钾含量稍微低一些的有机复合肥或者是鸡粪肥，给韭菜根部补充充足的养分，让它变得茁壮，从而能够更好的抵御严寒。这就像人吃饱了会觉得暖和一样，就不怕冷了。这个是我前一阵子做叫花鸡的时候烧的草木灰，刚好拿来使用。草木灰不仅能为根系提供充足的钾肥，还能有防虫杀菌的功效，防止病虫害趁着冬天韭菜最脆弱的时候侵袭它的根部，从而起到养根护根的作用。施肥方式还是按照我以前介绍的，横向搂沟施有机复合肥，纵向搂沟施草木灰。韭菜保养的第2步就是盖土，保护根部。根部在更多堆肥土的保护和滋养下，会更加温暖、更加肥壮，更好地抵御严寒。度过寒冬，在来年春天到来的时候，能够厚积薄发，迅速恢复活力，长出健硕的韭菜茎和叶来。我们还是尽量选用充分腐熟的优质的堆肥土，保证有机无草籽。我们直接用堆肥土盖住刚才施用的有机肥和草木灰，同时也盖住韭菜的根部。堆肥土的厚度以1英寸多一点为宜，也就是差不多3厘米。我是在7A 耐寒区，基本上以上2步做完之后，对于韭菜过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我这里最近10年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7摄氏度，每年的最低气温基本都出现在1月或者是2月份。你所在的地区如果太冷，盖土都不足以保护韭菜根部的话，还可以再铺上一层稻草，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保住根部的温度了。我简单演示一下，就是用这种稻草。我以前也给韭菜铺稻草过冬，后来发现在我这个地区，从保温的角度看，作用不是很大，后来就基本上只铺堆肥土了。不过铺稻草还是有别的好处的，比如保湿和抑制杂草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自行选择。哇！看这种稻草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压缩起来的，我们用起来其实也很方便，就是这样拿一整块，然后把它弄散，均匀的铺在土地上就可以了。
就是这样给它薄薄的铺上一层就行了。自然过冬法所做的这些工作，既可以在霜降日前几天做，也可以在之后几天做，甚至可以在韭菜枯萎的时候再做，都来得及，区别不是很大。我一般在霜降日之后做，主要原因是霜降之前太忙了，有太多的菜要摘，需要保护。还要把户外水管滴灌的水排干净，喷头和定日器卸下来收到室内保存。霜冻日之后就初步进入农闲阶段了，地里的活会明显减少，时间也就相对充裕了。我们使用自然过冬法的时候，最后一刀韭菜最好选择在离霜降日还有1周的时间去割，这样既吃上了韭菜，又能保证韭菜有充足的时间恢复，在霜降日到来的时候能够长到4到5厘米。后面就不要割了，让它随着气温的降低慢慢枯萎，让营养回流并保存到根部。第二种实践方法是使用无纺布进行保护，施肥、施草木灰还有盖土和第一种方法是一样的。盖无纺布可以在霜降日之后多收一茬韭菜。一般霜降日几天之后气温会回暖，我这里一般会有2周或者是更长的回暖期。被无纺布保护的韭菜不会被霜打蔫，在气温回暖后长起来还可以再割一茬，之后也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伤口愈合再长起来。后面天太冷了就不要割了，让它在枯萎的时候至少能有个10厘米左右。这里我建议使用无纺布而不是塑料布进行保护，原因是无纺布能够透水透气，塑料布不行，容易导致土壤过度缺水干旱，影响根系。第3种实践方法就是大棚种植，或者是把盆栽的韭菜搬到大棚里边越冬。当然也要给它施肥培土，适当浇水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吃上更多茬的韭菜。按我这里的经验，多割上2到3茬还是可以做到的。我的大棚是没有热源的冷棚，如果你有暖棚，那韭菜就可以无视寒冬，一直生长，一直收割下去了。这是我前一阵子分根移栽时剩下的韭菜根儿，我还没来得及处理。我可能会栽棚里一些，或者就干脆放到车库里面种韭黄了。如果是后者的话，到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种韭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留言来支持我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